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教学如何使用 GitHub。首先，现在你创建完账号之后，登录你的账号。这边我登录我的账号，好，然后传一个验证信箱到你的账号里面，你就去你的账号里面找验证信。这边找到验证信之后，它会跟你传这个验证码，你就复制贴上。好，之后你就会登录到你的账号了。接下来我要教你怎么做资料库的管理。首先，我们先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库，这里有个 new repository，点下去。这边会问你一些基础要设定的东西。首先，我们先看到底下这个设定权限的部分，有分公有跟私有。那这边由于是我们自己要使用，那我就按私有。接下来呢，我们会设定一个名字，那我们就设定叫 test。接下来这个专案我们会需要一点叙述，那这个叙述呢，你可以选择要或者是不要。那我这边就写一个简单的叙述。好，那这个简单的叙述呢，我们就可以打完了之后，再看到底下这些选择。第一个是问你要不要加入这个 README file。README file 是在很多函式库里面，我们会看到底下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类似 document 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方便我们理解整个程式码的进行。那我这边就勾起来。接下来是 git ignore，git ignore 就是让你上传的时候可以减少东西。我们后面会演示 git ignore 要怎么做。好，最后一个 license，那 license 的部分呢，由于我们并没有这个 license 要使用，所以就没有，那我们就可以点击创立。创立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东西，那刚刚的 README file 也被正式的放上来了。那这边就会建立一些基本的 README。如果你想要在网页上面直接更改你所要使用的这个文件的话，点击这个铅笔，这个铅笔的部分就可以登进去这里。然后这边就加一个东西，好，加完了之后，由于 GitHub 是一个线性的一种更改模式，所以它是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迭代这个我们要的内容。那这边就会叫你填写你这次所更改的是什么内容，然后这边就写 add 一个 GitHub 的档案。好，那底下的叙述我就不写了。好，接下来有个方式，一个是 create a new branch，就是一个新的分支，或者是要在这个主分支上继续进行。通常当我们一个专案在多人开发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多的分支。那我们这里不需要，所以就是主分支 commit。好，你会发现这个被传上来了，我们可以回到原本资料夹，你会发现原本资料夹也被更改了，程式码也可以这样被更改。那具体来说，我们要怎么把电脑里的程式上传到 GitHub 上面呢？这边有一个网址，点击复制，把它复制下来之后，你要在本机上做开启。首先，你要在本机上有安装 Git，这边 Git 可以做下载，那这边我有个 Download for Windows，那我就下载。这边有一个 Setup 64位元的 Setup，那我就点。好，我们这里不做下载的动作。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下载一个桌面可控制的一个版本控制器。我这边用 GitHub 的 Desktop。好，这边一样是下载。那这边我也不下载，然后我们直接到 GitHub Desktop 看看。接下来来说明一下如何登录这边的账户。这个账户是我已经登录的账户，由于我在本机上已经有登录一个
事先的账户。那我这边如果想要登录一个新的账户，就必须先将这个账户登出。那在你登录这个 GitHub 之前呢，他会问你要如何登录这个账户，他就会叫你输入一些基本的资料。然后这边已经输入完了，所以最终的界面长这个样子。刚刚有说到我想要下载一个新的资料库，在这边我可以点击这个部分，点击 Add Clone a Repository，在这边，然后输入你要的位置，我这边 choose 到我本机资料夹里面的 code，然后 private code 这边选择资料夹，然后呢，我们这边就直接做为 GitHub 的下载，然后这边就可以做 clone，那我们就一样点选刚刚这个资料夹，然后点选完之后做 clone，好，它就会被复制到这个资料夹里面来。好，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界面，它这边会说一些档案，那我这边就在这里面放入一个档案，我们打开我们 VS Code，然后主要是用 VS Code 来撰写，所以这边就用 VS Code 来举例。假设我要开启我刚刚那个资料夹，跟正常开启资料夹的流程一样。开启之后，我先建立一个新的档案，这里直接写个简单的程序。好，写个简单的程序之后，我们想要上传了，这边按储存，先把它存到这个资料夹里面来。存完了之后呢，我们点击上传，这边通常会有一个上传按钮，在这个地方有个像分支的东西。那我将会示范两种上传方式，一种是用这个 VS Code 里面的上传方式，一种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 GitHub Data。那我们先使用 VS Code 做上传。首先，GitHub 有分几种模式。第一个是这个，我们会先 add 到一个库里面去，那像是这个是还没有 add 进去的。接下来是 commit，commit 我们会将这个需求放到待转区，有点类似上传前需要先到一个备转区做储存，那你可以再反悔。那只要等到你上传之后，这个变更就不能反悔了。那这边我们先打一下更改的东西，然后按一下我们的 commit。好，接下来呢，在这部分我们还是可以反悔，做一个commit 去除的动作，但是我们这边就不反悔了，我们就直接 sync。好，等它转完之后，我们就成功把这档案上传上去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好，这边就多了一个档案。那我这边再继续做测试。好，这边一样打上一个程式。好，这个程式打完了之后呢，我使用 GitHub Desktop 做档案建立。好，这边会叫你输入刚刚有说到一个档案名称跟它的 description。那我这边不做更改，一样我们选择 commit。commit 完了之后呢，你会看到这边写着 push origin，但是现在我如果想要改的话，我还可以选择这个 undo，把这个给取消。那如果我不想要这个变更，然后在这里直接取消呢，我就选择这个右键，然后 ignore file，或者是 ignore file 就会把它给去除。那 discard changes 呢，就会把这个变更给去除。那我们就 discard changes，然后按 discard changes，好，它就被去除了。好，这边我们再把这个档案给还原回来。好，这个档案被还原回来了之后呢，我们一样选择上传，按 commit，那选择 push，一样可以把这个档案上传上去。
当这个档案上传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这边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档案，也是你的档案。接下来我们说明一下如何使用 GitHub 的界面。GitHub 的界面可以在上面有看到有分成几块不同的区块。在 Code 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要的程式码，也可以对它做修改。接下来在 Issue 的部分，我们可以发布一个 Issue 并将它解决。这边我新发布一个 Issue，我这边就可以陈列我遇到的问题。好，陈列完了之后，就跟它 Submit 去发布这个问题。之后我可以在这个问题逐渐被回答解决了之后，点击这边的 Close，将它关闭编辑，或者是这边 Close as Complete 就会把它整个封锁，然后这边就把它整个封锁掉，好，它就整个被封锁。接下来我们看到 Pull Request 的界面，Pull Request 是 GitHub 里面很重要的界面，用户可以通过这边的 Fork 去挂取别人的这个函式库。但是假如我想要挂取这个 WPI_LIB 的函式库，我就按 fork 就可以对它函式库引用到自己的部分。好，那这个函式库呢，在你做更改之后，你也一样可以做 establish。那你可以在这边为它添加一个 new pull request，它就会陈列一个 pull request 给开发者，开发者就可以决定他要不要把你的 pull request 给纳入进来。现在这边绿色的部分就是它被纳入的 pull request。好，接下来就是 actions，actions 是一些动作，这边可以安装一些东西来到这个函式库里面去。接下来是 project，project 呢这个功能我们平常没有太常使用，因此我们先跳过这个功能，来到 secretary，secretary 则是设定一些基本的东西，基本的隐私设定。那这边可以进行一些隐私方面设定。那我们再往下到 insights，insights 呢则是会统计这整个资料库的各种运作情形，大部分在 public 的资料库比较常遇到。详细的使用说明可以上网进行查询。这是 settings，settings 呢有分几个界面，第一个是最主要的普通设定界面，可以更改名称，还有将这个 repository 列为一个模板。往下则可以设定一些 preview 的部分，在这个功能部分则可以在这边添加你所想要的功能，并且也可以同意 pull request 的使用范围。最后就是你可以更改这个 repository 的可见度，还有的 ownership，跟这个 repository 的开启还有删除。再来是我们剩下的设定，collaborators 可以设定你所爱的好友，那这个好友就可以帮你做合作开发。下一个分支的部分就是在管理的分支，那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分支，假如你有监建的话，tag 则是在我们做这个整体专案的部分，我们可以加 tag 到不同的专案里面。下一个这些操作我们都不管，往 Code and Secretary Analysis 这边看，这边可以设定一些东西。往下这比较重要是 Deploy Keys，Deploy Keys 可以设定一些软体所要使用的 Deploy Key，那这边可以在你要使用一些专业软件的时候会用到。以上就是这次的 GitHub 教学，祝各位 GitHub 使用的愉快。